漏尽呢，在佛教里面，以前认为说哇很难的，到现在我们对这个脑科学的发展啊，其实也不难哈。那么第一个当然说要漏尽，先知道说这个漏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烦恼？那烦恼基本上在佛教讲清楚，就是你吃贪嗔呐，吃什么呢？吃是对很多人很执着，因为大部分人的执着要比较，老是要跟人家去比较。比方说有人爱钱，就觉得老是要跟有钱人比，那你永远烦恼啊，人比人气死人了。对，第一个你放弃比较，啊，能够知足了哈。那你如果老是比较，你会有贪嘛？贪就是说这个渴求啊，那钱觉得不够，老是要赚钱，赚不到就嗔啊，愤怒啊，觉得不公平啊。所以一般人就是在贪嗔痴里面自己制造烦恼。佛教讲说，你平等慈悲心就好了，不要自我菲薄啊，妄自菲薄，也不用对别人这个盲目的羡慕。大家到最后头来是平等的嘛，就是嘛，寿命都一样，平等的。你再有钱，你吃你能吃3顿呐，叫吃6顿，你撑死了。现在再有钱，你看大家都穿球鞋啊，那个球鞋谁都穿得起啊，所以这平等啊，慈悲啊。那别人有钱，你替他高兴就好了，你干嘛老是记住他们？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道理上你要想清楚，要理入。另外一个有一个脑科学书很值得推荐的，这个叫做这脑科学家写的，叫 Self Comes to Mind。我们的意识是怎么出现的啊？这个翻译叫意识究竟由何而来？送朋友说，怎么就送天书给我？看不懂啊！这里面呢，你记住它有2个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意识有2个，核心意识是我们脑干来控制，基本上是管理生命的。比方说我们这个碰到有什么东西刺痛，或者被烫了一下，你马上会反应，那个是核心意识。主要它的意识来自于大脑皮质，这个意识叫做自传体意识。自传什么是讲故事啊？所以你问一个人说介绍一下你，就开始讲故事了。那故事从那个自传体意识出来的。那我们这个烦恼就是我们自传体讲了太多的不正确的故事，所以他每天在压迫你、霸凌你，就是烦恼。那所以佛教这个几千年讲禅修啊，其实讲主要两个字，一个叫止啊，叫 samatha， 观叫 vipassana。止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止不太清楚什么意思，止就是叫你把那个自传体的意识关掉，不要老在那讲故事。观就是跟那个核心意识在一起，观察你的感觉。有印度禅修大师叫做宗萨蒋扬仁波切嘛，他的信徒很多啊，像那个台湾的大建筑师姚人禄、姚人喜他的弟子啊。然后问说禅修是干什么？禅修让你活着。大部分人每天都没有活着，什么意思呢？视而不见，听而不觉，食不知味，夜不安眠，就他没有活着，没有感觉到室内温度怎么样，或者说是你走到外面看到风吹的声音啊，或什么，观就是跟感觉在一起。那你止不讲故事，你观的话，其实你很快乐，这就是原理了哈。我就讲说，所以在止观的状态，你就进到三昧啊，叫 samadhi。samadhi 其实就有个力量出来，很畅销，叫当下的力量。止观了，你就活在当下，当下在一起，其实产生巨大的力量。他说他在29岁的时候活不下去，太烦恼了，就想自杀。就有一天想说，自杀不是这个自己杀自己吗？怎么2个自己呢？起来就突然他烦恼，所有烦恼没有了，快乐是似神仙。这其实就是佛教讲的开悟的状况。那他每天就在公园里面晒太阳。我跟他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快乐？”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讲给你听。所以有一个当下的力量。很多佛教讲开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自传体是我不说故事，不霸凌你、欺负你你感到无比的轻松快乐，就是漏尽。所以烦恼是自己找的，就是还是那老句话叫知足常乐，也不太容易做到的。我每次觉得快漏尽了，看到郭台铭，奇怪，不免去比较一番，对，所以这个是要纪律的，知易行难啊。
呃